我舍命救下3个落水儿童。就在我准备接受30万奖金时，班里的贫困生陈浩突然冲了出来，说他爸癌症需要30万，让我把钱借给他救命。上一世热血心肠的我，把还没有捂热的30万给了他。谁知道这是我噩梦的开始，他从此像个水蛭一样缠着我吸血。不是奶奶生病，妈妈受伤，就是妹妹没学费，一遍遍的道德绑架我，甚至逼我借网贷。结果发现他拿我的钱买了房子和各种奢侈品，又不肯再给他钱时候，他生气把我推下楼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知道有钱的日子这么好？你既然让我尝过了甜头，就不能再让我回到以前那种穷日子。再次睁眼，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颁奖台上，校长刚刚把一张30万的支票交到我手里，台下是密密麻麻的师生，闪光灯不断亮起。就在我准备开口说几句感谢的话时，一个身影猛地从台下冲了上来。我们班的贫困生陈浩，他冲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整个大礼堂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。奕晨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爸爸得了癌症，医生说要30万才能做手术，这是救命钱啊！我知道这钱对你来说意义重大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家已经砸锅卖铁了，求你把钱借给我，我以后一定还，我打欠条，我做牛做马都报答你。他一边说一边用力磕头，额头上很快就红了一片。看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幕，我的血液几乎瞬间冻结。上一世就在这里，看着他声泪俱下的样子，我心软了，热血上头，觉得30万虽然重要，但人命关天，我几乎没有犹豫，就把那张还带着油墨温度的支票递了过去。钱你先拿去救叔叔，欠条就不用打了，以后有困难再说。当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所有人都在夸赞我善良无私。陈浩也哭着对我千恩万谢，说我是他们家的再生父母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一天不是救赎的开始，而是我噩梦的序幕。他父亲的癌症是真的，但根本不需要30万那么多，那笔钱大部分被他挪用了。一开始他还会偶尔跟我汇报他父亲的病情，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找各种借口要钱。奕晨，我奶奶心脏病犯了，需要住院费。奕晨，我妈下地干活摔断了腿，手术费还差一点。奕晨，我妹妹考上重点高中了，学费太贵，家里实在拿不出。每次都带着哭腔，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，诉说着家里的不幸。周围的人也开始帮腔。奕晨，你现在是大英雄，不差这点钱。陈浩太可怜了，你不帮他谁帮他？你当初都能拿出30万，现在这点钱怎么就不肯了？道德的枷锁一层又一层地套在我身上，我成了那个必须不断付出的人。一旦有丝毫犹豫，就会被指责冷血自私。为了满足他，我开始省吃俭用。后来他要的数目越来越大，我实在拿不出，他就开始怂恿我借网贷。奕晨，你先借一点，等我家缓过来了，我马上就还上，利息不高的就周转一下，不然我爸又要停药了。被他缠得没办法，也被周围的眼光逼得喘不过气，我真的去借了。利滚利，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陈浩开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，穿着名牌衣服，从一个高档小区里出来，我才如梦初醒。我冲上去质问他，他一开始还想狡辩，被我戳穿后，他脸上的卑微和可怜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狰狞的贪婪和怨毒。是又怎么样，江奕晨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知道有钱的日子这么好？你既然让我尝过了甜头，就不能再让我回到以前那种穷日子。你把我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让他把钱还给我，把网贷的窟窿填上。钱都花了怎么还？你要是再逼我，大家就一起完蛋。争执中，他猛地推了我一把，我当时正站在小区天台的边缘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像一片落叶一样坠了下去。失重感传来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站在天台上，脸上没有丝毫愧疚，只有一种解脱般的冷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就不知道有钱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让我再次贫穷？他这句话成了我生命终结时最后的回响。我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陈浩，他还在哭，还在演额头上的红印，恰到好处，声音哽咽，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绝望。天哪，太可怜了，癌症那可是绝症啊，30万刚好够救命，这也太巧了。奕晨刚得了奖金，应该会帮他吧？肯定会的，他可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啊。熟悉的话语，熟悉的氛围，和上一世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一次我的心冷得像冰。陈浩，你先起来。陈浩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哭声顿了一下，随即哭得更凶了。不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奕晨，求你了，救救我爸爸。他一边说一边又要磕头，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的动作。我让你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台下的议论声渐渐小了下去，大家似乎都感觉到了不对劲。陈浩的脸色有些僵硬，
但还是坚持跪着。奕晨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的钱是用命换来的荣誉，可是我爸爸的命也很重要啊。上一世我就是被这句话打动了，觉得钱再重要也没有人命重要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我的命也曾因为这笔钱，因为他而轻易的被践踏。陈浩，你爸爸生病了，我很同情，但是这不是你冲到这里跪在我面前逼我把钱给你的理由。陈浩的眼睛猛地睁大了，不可置信。什么意思？奕晨不打算帮他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英雄吗？有点冷血了吧？毕竟是一条人命啊。奕晨同学有话好好说，先让陈浩同学起来，别这样。我没有理会校长，依旧看着陈浩。你爸爸得了癌症，需要30万手术费，这个情况你向学校申请过补助吗？我申请了，但是学校的补助太少了，根本不够。是吗？据我所知，学校有针对重大疾病的专项救助基金，最高可以申请到10万，你申请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。没来得及？你爸爸都病重到需要30万手术费了，你还有时间跑到这里来跪着求我，却没时间去申请学校的救助基金？陈浩说不出话来，台下议论声开始变味。对啊，学校不是有救助基金吗？他怎么不去申请？该不会是想直接要奕晨的奖金吧？陈浩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奕晨同学这里更快，而且10万也不够啊。不够，可以再想别的办法，比如向社会求助，发起众筹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很多人都会愿意帮助真正有困难的人。或者你可以去跟医院商量，看看能不能先欠着一部分，等后续再还。办法有很多种，但是你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。你冲到颁奖台上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跪在我面前，用你父亲的病来逼我把这笔见义勇为的奖金给你。你这不是求助，你这是道德绑架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陈浩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只是走投无路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走投无路不是你可以绑架别人的理由。陈浩，你了解这笔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不是一笔普通的钱，这是用我的命换来的。那天3个孩子掉进湖里，湖水冰冷，水流湍急，我跳下去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自己能不能上来，我拼命把他们一个个推上岸，自己却差点被水草缠住淹死。这笔钱是对我见义勇为的奖励，是对我付出的肯定。它不仅仅是30万，它是我的荣誉，是我用勇气和差点失去的生命换来的。你现在用你父亲的病来要求我把这笔钱给你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台下一片寂静，还有一些若有所思的目光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我刚拿到钱，正好可以给你用，只是觉得我应该无私一点，善良一点，把钱给你。陈浩，善良不是没有底线的，我的善良是救落水的孩子，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且懂得感恩的人，而不是成为你无休止索取的工具。陈浩的身体猛地一震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不解，仿佛不认识我了一样。在他印象里，我一直是个性格温和，甚至有些软弱的男生。上一世的我面对他的哀求只会心软，可现在的我冷静犀利，字字句句都像刀子一样戳破他的伪装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爸爸真的快不行了，你见死不救，你对得起你英雄的称号吗？我救了3个落水的孩子，对得起英雄这个称号，但这不代表我必须要救所有人，必须要满足所有人的要求。我是英雄，不是圣人，更不是你的提款机。陈浩，如果你真的想救你爸爸，就请你用正确的方式去求助，而不是在这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消耗别人的善良和荣誉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，转身面向台下的师生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同情陈浩同学的遭遇，我也一样，但是同情不等于可以被道德绑架。这笔奖金我有我自己的用途，我会把一部分捐给学校的救助基金，帮助更多像陈浩同学父亲一样需要帮助的人，剩下的我会存起来，作为我未来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也作为对我这次见义勇为的纪念。我不会把它直接给陈浩同学，不是因为我冷血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善良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理由，更不想让这笔用勇气换来的钱被滥用。大礼堂里鸦雀无声，几秒钟后，不知道是谁先鼓起了掌。说得好，奕晨说得对，凭什么道德绑架？见义勇为的奖金就该他自己做主。陈浩太过分了，居然用这种方式逼人家。陈浩跪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他看着周围人鄙夷和指责的目光，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终于明白，这一次他的算盘落空了。他猛地从地上站起来，瞪了我一眼，然后狼狈地冲下了舞台，跑出了大礼堂。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我的心里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有一种解脱后的疲惫。上一世的债，这一世我终于可以亲手斩断了。
奕晨同学，你做得对。我点了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支票。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将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颁奖大会结束后，我成了学校里更受关注的焦点。有人说我刚正不阿，坚守原则，也有人说我不近人情，见死不救。但这些议论我都不在乎了。上一世我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活得太累，这一世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我第一时间去银行把30万奖金存了起来，然后取出了3万块捐给了学校的救助基金。我没有大肆宣扬，只是默默地办了手续。我不想再被任何光环绑架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感觉浑身轻松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气氛有些微妙，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各不相同，有好奇，有敬佩，也有一些疏远。陈浩没有来上课，他的座位空着，像一个无声的讽刺。奕晨，你真厉害，我昨天都吓死了，以为你又要心软呢。以前是太傻了。陈浩也太过分了，就算家里有困难，也不能那样啊。对了，我听他室友说，他爸爸确实生病了，但好像没他说的那么严重，也不需要30万那么多。随他吧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林良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浩都没有出现。关于他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，有人说他是故意骗钱，有人说他爸爸的病是假的，还有人说他因为被我拒绝，羞愤之下退学了。1周后，陈浩才重新出现在教室。他瘦了一圈，脸色憔悴，眼布满红血丝，一看就是熬了好几个通宵。刚进门，全班的目光都粘在他身上，他却低着头快步走到座位，趴在桌上一动不动，整节课都没换过姿势。下课铃响，我起身想出去透气，陈浩突然抬起头叫住我：“江奕晨。”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带着掩不住的疲惫。我驻足转身，看着他起身走到我面前，周围同学瞬间屏住呼吸，目光齐刷刷地聚过来。这是我爸爸的诊断证明和费用清单，我之前确实记糊涂了。我没接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。上一世他就是用这种伎俩博取我的同情。那些所谓的证明和清单，要么是伪造的，要么刻意夸大了数额。等我察觉时，早已被他骗走不少钱。陈浩的手将在半空，脸上掠过尴尬与难堪，他声音压得极低，刻意装出卑微的模样。奕晨，颁奖台上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，但我爸爸的病是真的，费用也确实高，我那天是走投无路才冲动的。我申请了学校救助基金，也发起了众筹，可钱还差很多。医生说再凑不够，手术就得拖1天，危险就多1分。他眼眶又红了，把纸再往前递了递，几乎碰到我的手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换作是我也不信，但这清单有医院盖章，是真的，你看看。周围的议论声立刻响起，看着像真的，万一他说的是实话，他爸爸怎么办？奕晨要不考虑考虑，毕竟是人命。熟悉的论调，熟悉的道德压力，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可这一次，我心湖毫无波澜。陈浩，你的诊断证明和费用清单跟我没关系，你爸爸生病缺钱是你的困难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理解你的焦急，但我没义务为你的困难买单。我已经捐了3万给学校救助基金，你若符合条件，自然能分到一部分。除此之外，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。这话一出，有人觉得我太绝情，可我毫不在意。比起上一世被他逼到跳楼的绝望，这点绝情根本不算什么。江奕晨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那是一条人命，你明明有能力帮，为什么不肯伸手？我冷血？我救3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时，你怎么不说我冷血？我把奖金的1/10捐给基金时，你怎么不说我冷血？陈浩，我的钱我有支配权，我可以捐给基金帮更多人，也可以留着自己用，但绝不会给你，因为你不配。最后3个字我加重了语气。陈浩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与怨毒。我不配，就因为我穷，就因为我不是你这样的大英雄，我穷就活该我爸爸等死，你有钱就可以见死不救。他越喊越激动，围过来的人更多了。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只觉得可笑。上一世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骗了，可现在他的表演只让我觉得廉价。陈浩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让开，我要出去。我侧身想绕过去，他却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胳膊，力气大的指甲几乎嵌进肉里。你不准走，不把钱给我，你别想走。我爸爸要是有3长2短，我就赖上你。陈浩，你快放手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陈浩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陈浩却像疯了一样，死活不撒手。我皱着眉用力挣脱，他踉跄着差点摔倒。陈浩，你这是骚扰和限制人身自由，再这样我就报警。陈浩愣住了，显然没料到我会提报警。他只是个学生，对报警二字天生恐惧。我拿出手机做事拨号，他脸色瞬间惨白，急忙松手道歉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该拦你，不该抓你，你别报警。他甚至想跪下，我后退一步避开。道歉不必了，你记住，你的困难自己解决，别再来骚扰我，否则我直接报警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出教室，林良赶紧跟了上来。奕晨，
你刚才好厉害，你真要报警啊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，但必须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。点头又担忧地看着我的胳膊，你胳膊都红了，没事吧？我瞥了眼红印，轻笑一声。比起上一世被他推下楼摔断的骨头，这点伤算什么？但我清楚，这只是开始。陈浩的自私贪婪绝不会让他轻易放弃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就在学校疯传。起初只是说我冷血无情，见死不救，拿着救命奖金却不肯帮同学复习。后来流言越来越离谱，有人说我救人根本不是真心，就是为了那30万奖金，甚至有人造谣说3个孩子落水是我设计的，目的就是骗奖金。走到哪里，我都能感受到异样的目光，背后的指指点点，刻意放大的议论声，全是等着看我崩溃的模样。这些人疯了吧？明明是你救了人，他们就是嫉妒你拿了奖金，被陈浩带了节奏。随他们说。上一世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拼命解释反而越描越黑。这一世我不会再做无用功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可他们太过分了，我听说都是陈浩在背后嚼舌根，他肯定是记恨你没给钱，故意报复你。我并不意外，陈浩被拒又丢了脸，散播流言是他最擅长的手段。没证据说了也没用，就算有证据，老师也顶多批评他几句，流言照样传。我能做的就是不理会，不被影响。话虽如此，被人这样恶意重伤，心里难免有些不适，但我早已学会压制负面情绪。比起上一世的遭遇，这点流言根本不值一提。可事情并未随时间平息，反而愈演愈烈。有家长向学校投诉，说我品行不端，不配当英雄，要求收回我的奖金和荣誉称号。学校迫于压力，真的找我谈话了。办公室里，教导主任面色严肃地坐在我对面。奕晨同学，最近的流言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关于你救人的动机，还有和陈浩的事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主任，我救人时没想过动机，只想着把孩子救上来。奖金和荣誉是学校和社会给的肯定，不是我求来的。至于陈浩，我帮他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我没义务为他的困难负责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现在影响很不好，很多家长和学生都有意见，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陈浩的事？哪怕少帮一点，也能堵住悠悠众口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竟然也劝我妥协。主任，您是老师，该分清是非。我救人没错，拒绝道德绑架也没错，为什么要我妥协？就因为他会闹，会造谣。如果我这次让了，以后谁都能用这种方式逼我，我这个英雄不成了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教导主任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良久，他叹了口气，你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学校会出面澄清，也会批评散播谣言的人，会维护你的名誉。虽然知道学校的维护力度有限，但我还是松了口气，至少他没站在流言那边。走出办公室，阳光刺眼，我却清楚学校的澄清根本平息不了流言。那些人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符合他们预期的完美英雄。无私奉献，永远把别人的需求放在前面，一旦我不符合，他们就会愤怒攻击。而陈浩恰恰利用了这份人性的盲目。果然，澄清公告贴出后效果甚微，甚至有人说学校被我买通了。流言依旧蔓延，陈浩则装作若无其事，每天按时上课，看我的眼神却越来越阴错。他不再主动找我，却总在不经意间让我听到负面消息。他在等我被压力压垮，像上一世那样主动送钱给他。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陈浩的耐心比我预想的更差。流言没能击垮我，他便采取了更直接的手段。那天下午，我在图书馆看书到天黑，走出图书馆，刚拐进僻静的拐角，一道人影突然窜出来拦住我，是陈浩。他身后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男生，不是我们班的，一看就是来帮他撑场面的。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后退一步，警惕地看着他们。让开，我没什么好跟你谈的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怎么会没得谈？我爸爸手术拖了这么久，病情越来越重，都是你害的。我在学校被人指指点点，也是你害的。你凭什么拿着30万逍遥，看着我家破人亡？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！身后2个男生往前逼近一步，活动着手腕发出咔咔声，威胁意味十足。上一世陈浩虽缠人，却没敢动粗，看来这一世的拒绝是真的激怒了他。这里是学校，你敢动手？动手？我们只是想好好谈谈，识相点就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。就在剑拔弩张之际，一个娇柔的声音传来：哎呀，奕晨、陈浩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是苏雅，她长得清秀，说话细声细气，最爱扮演老好人，谁有矛盾都要凑上去调解，看似温柔无害，实则最会用软刀子伤人。上一世就是她一遍遍在我耳边念叨陈浩可怜，劝我再帮最后一次，一步步把我推入深渊。他提着保温杯，像是刚从自习室出来，脸上满是恰到好处的惊讶。陈浩看到他，眼神闪了闪，
显然没料到有人来。苏雅走到中间，目光在我们之间转了转，先柔声对我说：逸晨，你别生气，陈浩肯定不是故意拦你的。又转向陈浩，露出担忧神色。陈浩，我知道你着急爸爸的事，但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呀，会吓到逸晨的。这番话看似劝和，实则默认了陈浩拦我是事出有因。陈浩立刻顺坡下驴，挤出委屈：我也是没办法了，我爸爸他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你难。苏雅打断他，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又转向我，语气悲悯：逸晨，我知道你心肠软，才会冒着生命救孩子。陈浩是被逼急了，你多体谅体谅他。大家都是同学，闹僵了不好，而且现在学校都在说你闲话，你帮他一把，大家肯定会夸你善良，闲话自然就没了，这对你对他都好。又是这套道德绑架的把戏。上一世我被他的温柔迷惑，如今只觉得恶心。苏雅，你好像很清楚我们的事。我听大家说的，觉得你们都不容易。是吗？那你知道陈浩带2个人堵我是想干什么吗？苏雅脸色微白，眼神闪烁。我刚过来不清楚。陈浩，你别真要对逸晨做什么呀。他又对着陈浩假意劝说，试图掩饰自己的心思。陈浩本就不耐烦，被苏雅一搅和，气势弱了大半。2个男生也露出看热闹的神情，对苏雅的态度愈发轻佻。苏大美女，何事老没当成啊？这女的挺厉害，不好欺负。陈浩脸色更差，瞪着我低吼：江逸晨，我最后问一次，钱给不给？不给。好。陈浩眼睛迸出狠光，突然伸手抓我，我早有准备，侧身躲开的同时，掏出手机按下录音键，大声喊道：陈浩，你想抢劫吗？光天化日之下堵人要钱。我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。陈浩的手将在半空，2个男生也愣住了。你喊什么？谁要抢劫了？你带人堵我，逼我给钱，不是抢劫是什么？我已经录音了，你再动手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抢劫未遂加之前的骚扰，足够你受的。抢劫2个字戳中了陈浩的软肋，他脸色瞬间惨白。那2个男生也慌了，拉着他劝道：算了算了，他有准备，别闹大了被警察抓。陈浩看着我手里的手机，又看看退缩的同伴，知道今天讨不到好处。江逸晨，你给我等着！转身就走，2个男生赶紧跟上。苏雅看着这一幕，张了张嘴，最终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也快步离开了。周围终于安静下来，我握着手机的手全是冷汗。刚才虽故作镇定，心里却十分害怕。可我知道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我反复听了录音，确认清晰记录了一切，才快步走向宿舍。回到宿舍，我把事情告诉林良，他气得浑身发抖。陈浩太过分了，还有苏雅，居然帮着他。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，上次就劝你帮陈浩，根本没安好心。苏雅比陈浩更可怕，陈浩的坏摆在明面上，他的坏藏在温柔面具下，防不胜防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都找人堵你了，会不会还有更过分的举动？不知道，但他不会善罢甘休。想毁我的名声，我就先让大家看看他的真面目。上一世我到死都不知道，陈浩不仅骗我的钱，还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。这一世我要查出真相，揭穿他的谎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表面照常上课学习，暗地里却开始留意陈浩的一举一动。他最在乎别人的同情，最怕真面目暴露，所以我必须沉住气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让林良留意他的行踪和聊天内容，自己则把重点放在网络上。上一世陈浩曾炫耀过，他很会利用网络筹钱。我在几个众筹平台搜索陈浩和他父亲的名字，果然找到了他发起的项目。项目介绍写的声泪俱下，把病情说得极其严重，家境说得一贫如洗，目标金额赫然是30万。下面也有不少捐款，留言全是同情鼓励的话。我截了图，仔细翻看更新记录，他每天都发病情危急、急需用钱的动态，配图不是模糊的病床照，就是看不清数额的缴费单，看似天衣无缝，实则全是破绽。我又顺着记忆搜索他的社交账号，他用的不是真名，头像也是风景图，但我记得他喜欢发怀才不遇的怨气文字。果然，我筛选出一个可疑账号，主人自称寒门学子，常抱怨生活不公。最新一条动态直指我，有些人拿着沾满鲜血的钱视人命如草芥，这样的英雄不如不要。我往前翻动态，发现了更多疑点。半个月前，他发了一双限量版球鞋的照片，配文努力久了，终于得到了。那双鞋至少5000块，一个家徒四壁、父亲重病的贫困生根本买不起。1个月前，他发了高档西餐厅的照片，定位显示人均消费500以上，配文偶尔犒劳自己，那时他本该为救命钱发愁。还有一条更早的动态，是他和隔壁班女生的游乐园合照，配文开心的一天。上一世他从未提过自己有女朋友。我把这些截图一一保存，虽不能直接证明他撒谎，却足以说明他的贫困绝望，全是伪装。与此同时，林良也带来了消息。逸晨，陈浩室友说他最近经常晚归，身上有烟味酒气，还买了最新款的手机。他说是亲戚送的，可他根本没有钱亲戚。还有
苏雅最近跟他走得特别近，天天一起吃饭，给他带早餐呢。这些消息和我查到的线索不谋而合。一个父亲重病急需用钱的人，怎么会抽烟喝酒、买新手机、谈恋爱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根本不缺钱。所谓的困难，只是针对我而已。他一边在网上骗捐挥霍，一边道德绑架我，想把我的30万也骗走。这些事没多少人知道吧？应该没有。陈浩不合群，室友跟他关系一般，苏雅也不会说他坏话。那我们就让大家无意中发现，陈浩不是喜欢利用同情心吗？我就让所有人看看他们同情的是个什么样的骗子。但我们要隐蔽，不能让他发现是我们做的。交给我。接下来几天，林良开始巧妙地传播消息。他跟陈浩室友聊起买不起新手机，引导他们说出陈浩买了新手机的事。和同学聊天时，无意中提起看到陈浩在西餐厅吃饭，和苏雅逛商场。他从不指责，只当日常分享，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怀疑。陈浩不是说家里很穷吗？怎么买得起贵手机？我也看到他和苏雅逛街，手里拎了不少袋子。他爸爸还在医院等着手术，他还有心思约会。质疑声越来越多，陈浩变得愈发敏感，别人多看他一眼，他就会恶语相向。和苏雅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。有一次在食堂，我看到他们坐在一起，苏雅说了句什么，陈浩突然拍桌怒吼，苏雅眼圈泛红，委屈地坐着，引得周围人侧目。陈浩没道歉，闷头吃了几口就走，苏雅则坐在原地小声念叨，我只是想帮你，又博得了不少同情。可没过2天，苏雅就搞出了新花样。班会课上，班主任正在总结学习情况，苏雅突然举手，老师，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。她站起身，拿着一个信封走到讲台前，递给班主任。这是我攒的5000块，捐给陈浩同学，希望能帮他爸爸治病。全班哗然，5000块对学生来说不是小数目。大家都知道苏雅家境普通，这笔钱肯定是她省吃俭用攒的。班主任也很意外。苏雅红着眼圈说，我知道5000块不多，但我看不下去陈浩为难，也不想大家因为这事争论。逸晨同学不愿意帮忙，可能有他的苦衷，我不怪他，我想尽点微薄之力，也希望大家能一起帮帮陈浩。他的目光扫过我，带着隐晦的挑衅，这一招太狠了，用5000块树立自己善良的形象，看似替我辩解，实则坐实我不愿帮忙的罪名，还把道德绑架扩大到全班。我握着30万奖金却一毛不拔，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果然，不少同学被带动，纷纷拿出钱捐给班主任，嘴里还念叨着苏雅太善良了，我也捐一点。苏雅站在讲台上，接受着大家的赞扬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胜利者的得意。陈浩低着头，身体紧绷，显然也在等我妥协。林良气的脸都红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站起身。教室里瞬间安静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苏雅同学，你愿意捐钱帮陈浩，是你的善良，我敬佩你。但你的善良不能成为绑架别人的工具。你捐5000块是你的选择，别人捐不捐，捐多少也是别人的自由，不能因为你捐了就要求别人也照做。尤其是我的30万是见义勇为奖金，不是慈善基金。我已经捐了3万给学校救助基金，能帮到陈浩的话自然会帮，但直接给他钱我不可能。不管多少人捐，我的决定都不会变。这话像一盆冷水，浇灭了教室里的捐款热情。我没有绑架你，你只是想让大家觉得我该捐那30万，想用你的5000块衬托我的吝啬，对吗？我打断他，目光转向陈浩。苏雅为了你能捐5000块，你自己呢？拿着大家的捐款买限量版球鞋，去西餐厅吃饭，和女生约会，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？全班瞬间炸开锅。陈浩猛地抬头，脸色惨白。你胡说，江逸晨，你污蔑我。我污蔑你？这双球鞋是你半个月前买的，5000多块，你一个急需救命钱的贫困生买得起？前排同学看清截图，纷纷惊呼，这家店人均500，你1个月前在这里犒劳自己时，没想过你爸爸还在医院等手术吗？还有这张和隔壁班同学去游乐园约会，用的是众筹的钱，还是苏雅捐的5000块？一张接一张截图，像耳光一样打在陈浩脸上，也打醒了所有同情他的人。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之前捐款的同学脸色铁青，显然意识到自己的同情心被利用了。苏雅站在讲台上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看着陈浩的眼神满是震惊、愤怒和被欺骗的委屈。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倾力帮助的是个骗子。你还有很多截图？还有很多，包括你在众筹平台夸大病情、虚报金额的证据。你要是还想演，我不介意发到学校论坛，让全校都看看你的真面目。陈浩身子一晃，差点瘫倒。陈浩，跟我去办公室，这件事学校一定彻查。陈浩任由班主任拉着走。苏雅站在讲台上，握着空信封，像个小丑一样接受着所有人异样的目光，最终低着头跑回了座位。原来是个骗子，太恶心了。以前错怪逸晨了，他才是对的。过了许久，教室里才恢复议论声，全是对陈浩的指责和对我的歉意。我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，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尘埃落定的疲惫。
这场仗我打赢了，上一世的噩梦终于在这一世画上了句号。